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年会给优秀员工颁奖，作为连续半年的销冠，我成了众人心里当之无愧的人选。可到了年会现场，经理嘴里喊出的优秀员工，居然是那个平日吊儿郎当、好吃懒做的公司蛀虫周鑫。事后，周鑫在无人知晓的角落，热络地和经理攀谈。放心吧，陈经理，您升职的是妥妥的。难道传闻中老板派下来考察的那个人是他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为了年会的颁奖，我特意定制了一身合体的西装。再怎么样，挣了1年的钱了，也该对自己好点。没成想，我正对着玻璃整理衣服时，肩膀却被路过的周鑫撞了个正着。对于周鑫，我是一点好印象都没有。到公司时间长，贡献少就算了，还一身的臭毛病，不仅好吃懒做，还经常欺负新同事。哟，这么早就嘚瑟上了，还真把自己当优秀员工了呀！我懒得理会他的阴阳怪气，直接找到地方落座。很快便有组里的同事陆续过来和我交谈。靖哥，今年的优秀非你莫属了，就是晚上不得请我们搓一顿。我们这个组是全公司业绩最好的，旁边刘主管带领的第2组被我们甩了一大截，更别提周鑫吊车尾的3组了。想这段日子以来大家的辛苦，我毫不犹豫就同意了。晚上散了场，大家一起吃饭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公司楼下的酒楼菜色豪华，这群馋猫闹了好一阵要去。前段时间抓业绩顾不上，眼瞅着过年了，怎么也得补上。周鑫恰好路过，不紧不慢地看了我们一眼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一群土包子，一顿饭就打发了，哪个大排档啊，值得你们这么兴奋？你特么什么意思？”我冷着声音回了一句，眼瞅着矛盾一触即发。经理的声音及时出现，打断了我们。原来是年会已经开始了，让人纳闷的是老板没来。年会由经理负责。就在他念到年度最佳员工时，众人的目光纷纷向我投了过来。我挺了挺腰，做好准备。可下一秒，我刚伸出的腿直接僵在了原地。周鑫主管对公司贡献卓越，经由公司上下领导和员工评定，授予本年度最佳员工称号。经理话音刚落，周围的人纷纷侧目，望向我的眼里满是震惊。周鑫他凭什么？业绩拉胯不说，3天2头跟手底下的人起冲突。1个季度手底下流失10几个人，就这样的人能叫优秀员工？真是搞笑他妈给搞笑开门，搞笑到家了。3000万的单子我跑2个月，风里雨里的跟客户，全公司都下班了，我一个人加班赶进度，到凌晨3点半，他周鑫一开会就迟到，一出数据就垫底。现在让他当优秀，当我死了？我赵远近从来就不是忍气吞声的人，眼瞅着下面蛐蛐声越来越大，我的脸色也越来越阴沉。陈经理赶紧举起手里的文件道：“咱们公司靠的是实力说话。周鑫主管今天下午刚刚拿到一个价值8000万的大单，他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的。”说完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仿佛这话是特意说给我听的。我强忍着没站起来，眼神死死盯着那个文件。8000万的订单，就凭这个草包。我虽然业绩好，平日里都是循规蹈矩的来，也不会要求什么特别待遇，但是这不代表着就能把我当傻子忽悠。没有上榜的业绩，不做透明化展示，凭什么要求我认可？台上周鑫还在激情四射地拍着马屁，我低头看着刚刚他发的朋友圈，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，
配图是2张3亚5日豪华旅行套餐券，这是公司给销冠的其中一个奖励。望着他在台上摇头晃脑的嘚瑟劲儿，我终于是忍无可忍，一脚踢开了脚边的凳子，起身直接离开了会场。我算过了，周鑫组里的业绩截止昨天，哪怕加上这突如其来的8000万，也只堪堪和我齐平，根本不可能超过我。全他妈黑幕！这种年会有个鸡毛意思，还不如回家，还能忙活点别的事。刚到楼下，身后就响起了组员的呼喊声：“靖哥，等等我们！”我扭头一看，这才发现大伙儿都跟了出来，一直跟着我的左膀右臂。邓成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代表众人表态：“哥，这种黑幕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你走，我们都跟着你。就是，真恶心人！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看法，我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流。走，吃饭去！我大手一挥，招呼大家跟上。见我没拿到奖金，大伙儿主动提出去大排档，可答应他们的事就不带反悔的。一群人在酒楼的包厢里喝得东倒西歪，最后我一个个安排，好不容易才都送了回去。收拾好后，我披上外套准备去买单，却意外地看到了2道熟悉的身影，正勾肩搭背地往厕所走去。我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。经理堆着横肉的脸，挂着几分谄媚的笑，还得是周主管呢，力挽狂澜。不是他一个经理犯得着对一个主管这么舔。我正纳闷儿，周鑫缓缓吐了个烟圈，点了点头。就他赵远近还跟我斗。陈经理放心吧，您升职的是妥妥的。提到我，周鑫更像是咬着牙在说话，那就借周主管吉言了，哈哈哈。听了他的话，陈经理笑得更开心了。周鑫这一身臭毛病，陈经理视而不见，反而还这么特殊照顾，难不成？卧槽！前段时间有消息说，老板派了人在公司稽查，难不成就是这货？不然陈经理也不会是这副嘴脸。我偷偷将这一幕拍了下来，趁着2人去厕所，赶紧跑到前台结账，却一不小心跟周鑫组里新来的实习女孩撞到了一起。见她双眼通红，捂着额头，我心下一惊，完蛋儿了，给人撞出个好歹了。没成想，随着我身后传出周鑫说话的声音，那女孩噌地站起来就跑了。这不是赵主管吗？这里菜色不错，我刚拿了奖金，要吃什么？算我的，真是好大的口气呀！这就来跟我炫耀上了，挺好。我正愁那一桌子有点贵呢。好啊，那就破费了。说完，我丢下目瞪口呆的周鑫，扬长而去。不是，他刚想开口叫住我，却被服务员打断。您这桌消费3500，加上包厢一共是18500，您怎么支付？15000？你特么把老板吃了？身后传来周鑫震惊的询问，我装作没听到，径直离开。他以为这个逼我白白让他装了。第2天一上班，我就被经理给叫了进去，先是假意安抚我，让我不要因为没有得奖有怨气。小赵，你的能力我们都知道的，这次也就是差那么一点点，不要气馁嘛。我听完默不作声，想看看他到底憋着什么屁呢。果然好话没说几句，他丢过来一个文件夹，这是盛源的王总，是公司的大客户，刘主管跟了1个月了，他最近请假了，想来想去还是只有你能胜任。我随手翻了翻，资料少得可怜。刘主管那个人我还是认可的，虽然不够圆滑，但是做事情还是脚踏实地的，不可能跟了3个月就这点资料，摆明了这老登不愿意给我，想刁难我。我将文件夹放回桌子上，两手一摊，表示无奈。陈经理，您是知道的，我手底下人多，我无暇他顾。
周主管可是优秀员工，如今不是正好给他大显身手？我顺势将订单推给周鑫，正中陈经理下怀，他收起笑容，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。小赵啊，你有能力是事实，但是也不能恃宠而骄啊。公司安排的任务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我没说不要啊，只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，不如优秀员工周主管，所以才推荐他来做呀。我嘲讽拉满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说。你这么不服管，还想不想干了？他硬气，我比他更硬气，当即一拍桌子，告诉他有本事就开除我。不过我手里的单子后续就不一定能续上了。陈经理听到这里，脸黑得跟锅底一样，咬牙切齿，却拿我没办法，只能故作镇定道：你知不知道泄露公司机密客户是违法的？有证据就抓我，没证据就别叫唤。僵持之际，周鑫突然推门而入，脸上满是得意，两人交头接耳，不知道在谋划什么。很快，陈经理眉头就舒展开，望着周鑫，眼里是说不出的赞赏。他大手一挥，将我胸口的工牌扯了下来。既然你忙不过来，那你们组从今天开始并入周主管名下，由他统一管理。我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，让他再说一遍。陈胖子这会儿就跟吃了豹子胆一样，伸出猪蹄戳在我的胸口上，一字一顿道：你的主管职位取消，现在你是周主管的组员，听懂了吗？懂你妈！我刚要开口骂人，邓成却急匆匆推开了门，顾不得陈胖子的脸色，一把将我拽了出去。靖哥，不好了，咱们的客户资料全漏了，华晨那个2000万的单子刚刚和周鑫签了。邓成掏出手机递给我，大群里赫然就是周鑫签约的喜报。不止如此，靖哥，资料库里筛选出来的优质客户，周鑫今天都做了对接。我捏着手机，双眼猩红，妈的，玩心眼玩到我头上了。见我重新走了进去，周鑫一脸得瑟地伸出手：赵组，不对，小赵，欢迎加入我的组，以后要好好做业绩哦。他凑近几分，用只有我才能听到的语气道：你妈还在医院住着吧？你需要钱，你不能没有年终奖和工资，那你就得认命，乖乖的伏低做小。我说他怎么这么有恃无恐，原来是吃定了我不敢轻易离职。我妈癌症晚期，化疗搭进去全部家当，我拼死拼活做业绩就是为了赚钱。陈胖子为了巴结他，更是当即宣布要给周鑫涨工资。周鑫心安理得地用我的努力，享受着大家的崇拜和赞扬。这一刻，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他们以为我会趋于现实，就这么低头吗？未免也太小看了我。不好意思，哥不干了，有能耐你就做出点业绩，别白拿这些钱。我回到办公室就要走，陈经理带着人追了过来。这可是你自己辞职的，那你的年终奖和最后的提成都算你自动放弃了。还有你的电脑是公司的，这些你都不能带走，不需要，就好像这些客户给他，他能搞得定一样。我将桌子上所有的数据资料收好递了过去。周鑫昂首挺胸地伸出手，可在他触碰到的那一瞬间，我顺势将文件一扬，整个办公室都下起了直语。我学着他的样子冷冷一笑：这是周主管你教的，有求于人就得伏低做小，想要那就自己一张张捡吧。你特么？周鑫心高气傲，自然不会受这个委屈，上来就要给我一拳。为了掐点给我妈送饭，我天天爬楼，有的是力气，不仅没让他占到便宜，反而一个过肩摔了他一个狗啃泥。陈胖子着急忙慌，就要喊人按住我。路过他时，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：
我正当防卫，大伙儿都看着呢。陈经理，你这碗水偏的未免太厉害了。邓成追了出来，靖哥，他们都说周鑫有背景，你现在这个情况实在不行，咱们委屈。我摆了摆手，截住了他的话头，好好干，有空一起喝酒。邓成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出了公司，我挨个给那些客户打去了电话，无一例外，全都被拒接了。看样子周鑫这功夫做得还挺到位啊，彻底把我的路堵住，就不用担心我死灰复燃了。我并没有去找他算账，反而是在公司楼下蹲点。第3天下午，周鑫终于在工作时间下来了，看样子是要去谈客户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他带的人并不是组里业绩最好的郑晓东，反而是那天我在酒楼不小心撞到的实习生。周鑫还没好心到愿意手把手带一个菜鸟的地方，这事儿绝对不简单。望着实习生凹凸有致的身材和那一脸的不情愿表情，我暗暗啐了一口，这周狗真尼玛下作呀！跟踪2人到了地方，还真是约了我之前订好的客户。几人相谈甚欢，推杯换盏，中间趁着客户去厕所的功夫，周鑫将一张类似房卡的东西塞到了实习生的手里。这下流东西，芝麻大点的官儿还玩上潜规则了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吃完饭后，周鑫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去，将实习生和客户丢在了酒店。望着小姑娘渲然欲泣的神色，我一拍大腿，终于知道周辉这个狗东西的单子怎么来的了。很明显，他是不愿意的，中间好几次哭着跟周鑫求饶，像是被拿住了什么把柄。就在实习生被润发那个猥琐朱经理拉着就要进电梯时，我突然冲出去，一把拉住了他。就是你小子欺负我妹妹，走，跟我去公安局。这些出来玩潜规则的人，谁敢摆在明面上来说？朱经理一把将他推给我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，管好你妹妹，别赖在我头上。还好之前对接都是邓辉在做，这家伙认不出我是谁。实习生还没从京剧中回过神，被我拉到酒店外，整个人都是呆滞的。我脱下外套给他披上，默默听他哭了半个小时。一觉睡醒就接到了邓辉的电话，哥，公司炸了锅了，昨天朱经理的好事被我搅黄了，这生意能成才怪了。在他打电话之前，我就接到了陈胖子的电话，他一改之前的嚣张，问我能不能抽空去趟公司。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啊，陈经理，我都被公司开除了，还去干嘛？哎呀，这个工作的事我们再商量嘛，主要是这边有点事，需要你协助处理一下。我不置可否，反问他我之前的年终奖以及最后1个月的奖金和提成。自然有的，自然有的，等这件事忙完立马发，当我是新兵蛋子。事情搞完，他们不过河拆桥，我就不信照。想到这里，我掸了掸烟灰，又道：我的银行账户没变，陈经理你也知道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这种穷鬼没钱寸步难行啊。电话那头估计气的问候我18代祖宗了。陈胖子喘了几口粗气后，才勉强松口，答应现在就让财务给我转账。爽快，我马上就到。周鑫抢了资料，就以为万事大吉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些人一个个都是老油条，单单凭借一顿饭，一个女人，绝对是搞不定的。刚赶到公司，就见周鑫黑着脸在骂人，妈的，一群没用的东西，没了那个姓赵的，一个小日子你们就搞不定了。直到在组员的提醒下，他才后知后觉发现了我。你来干嘛？怎么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又回来了？他敢说这个话不是没理由的。这小子在行业内造谣，说我品行不端，
被公司开除，以至于我跟那些合作商联系，处处碰壁。我也猜到是他在搞鬼，不过那又怎么样？搞死了我国内客户，我照样能拿捏他。周主管火气有点大，喝点菊花茶吧。我咳嗽一声，故意捂着鼻子侧过头，说他口臭，应该没人反驳吧。名牌大学毕业生天天骂娘，碍于公司的传言，大家是有苦难言。可我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，他爱咋咋地。你特么？哎呦，小赵啊，你可来了，这事还得拜托你呀。经理在他骂人前及时窜了出来，一边拉着我的手套近乎，一边挤眉弄眼。周鑫也猜到了他的意思，只能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这个日本客户是公司的重点，可以说开年后能不能一马当先，全靠他了。可一直以来他都是我个人维护，甚至连邓成我都没让他插手，也算是我的王牌了。日本客户一看到我，立马喜笑颜开。周鑫刚刚在他手底下，可没少受冷落。赵先生，他们说你离职了。打过招呼后，他率先发问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周鑫就抢过了话头。哪里的话，远近没有离职，现在在我的手底下做事。他舔着脸凑了过去，将手里的咖啡递了过去，还不忘顺便拉踩我一下。金田先生，这咖啡是我们老板从国外带回来的，您尝尝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人家压根儿就不搭理他，依旧是等着我说话。我将带来的茶叶递了过去，这是上次跟您提过的龙井，请笑纳。日本客户是个中国迷，对于一切传统文化都很感兴趣。哟西哟西，还是赵先生懂我。见他爱不释手，周鑫趁机提出签了合同去吃饭。可以，不过我得跟赵先生签。那不行。周鑫一口否决，又觉得自己态度太过强势，急忙解释道，这不合适，现在我才是他的主管，这合同该我负责。就在僵持之际，我突然接到电话，是银行打过来的。一路上我都没收到汇款，特意打了电话查询。赵先生吗？您这边的银行卡有风险，现在是做了个紧急冻结处理，需要您携带工作证明到附近网点处理呢。好好好，干得漂亮啊，跟我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当即我就表示，这个合同我负责不了，之前谈好的一切都不作数。实不相瞒，由于不能接受公司黑幕，我已经被开除了，所以之前承诺的一切都无法兑现。至于是否合作，您自行考虑。我话音刚落，周鑫肉眼可见地慌乱起来。这几天实习生没有在上班，原本承诺好的客户纷纷跳票，他已经整整1个星期没有出过业绩了。难得逮到这条大鱼，说什么他都不会放手的，索性一咬牙，决定将锅都甩到我身上。金田先生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是他自己仗着业绩不服从安排，公司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。而且你被他骗了，这个人偷奸耍滑，还想泄露公司机密，真是为行业不耻。周鑫生怕日本人不信，赶紧拉着陈胖子来作证。啊，对对对，金田先生，陈胖子现在骑虎难下，犹豫片刻后，果断站在了周鑫那头，将之前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。金田先生，像这种行业毒瘤，我们公司不会姑息。周鑫主管是我们年度优秀员工，完全值得信任。你也知道哈，人缺钱了，什么都干得出来的。周鑫紧跟着补充，语气也满是讥讽。在两人叽里呱啦的述说中，金田的眉头也皱了起来，望向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怀疑。可当他的目光落在那盒茶叶上后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站起身来90度鞠躬后，将合同推了回去。
我相信赵先生并不是二位说的那样不堪，其中可能有误会存在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合作还是取消吧。这一出可把他们给整不会了，眼瞅着都要相信了，怎么突然又变卦了？周鑫哪里知道，他这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要知道之前的合作中，由于对方公司的疏忽，差点把3000万的单子签成了3个亿。要不是我发现后主动联系他们，那他们公司如果不能付足够的钱，违约金也够他们喝上一壶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才一直跟我保持合作，甚至还间接给我介绍了好几家公司。妈的，一个巴掌大点的地方还拽起来了，人前脚走，后脚周鑫就发起了飙。我冷笑一声，你怎么不想想，你这种人，人家凭什么和你合作？我扬了扬手机，告诉他们银行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他们不仁在先，就别怪我不义。紧接着，陈胖子的电话和周鑫的电话陆续响了起来。陈经理，那个订单我们这边还需要再核对一下，下午的会面先取消吧。小周啊，那个合作方案我们老板看过了，没什么太大的优势吗？下次咱们再合作。不是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喂，狗东西，有戏看我也不着急走了。堂而皇之的拉了一把凳子坐下看，两个人手忙脚乱接了半天电话，不是取消合作，就是还要再考虑考虑。周鑫也不傻，很快反应过来，这一切跟我脱不了干系，是个人都有软肋，他能拿捏实习生，我凭什么不能反过来转头去拿捏那些无耻之徒？那小姑娘是个懂事的，那晚我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反而是她自己跟我提起，她跟一个对手公司的销售谈起了恋爱，被感情冲昏了头，将手里的客户资料泄露出去。本想着亡羊补牢，找了周鑫承认错误，可那个王八蛋居然用这个威胁小姑娘就范。现在那些人为了明哲保身，纷纷选择跟周鑫结束合作。这样一来，他的业绩还不如当初了，也算是自作自受了。姓赵的，你可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，总比你天天汪汪叫，见了合作商就摇尾巴好。这些年我什么苦没吃过，还能怕他这个纸老虎？这个关头，陈胖子站了出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道：赵远近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这个公司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你损害公司利益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等着进去吃牢饭吧。报警？行啊，我还怕你不报警呢。周鑫他们估计指望我听到报警，能立马求爷爷告奶奶的认错，可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报警怂的人怎么会是我呢？这会功夫。会议室前不断有同事探头探脑，估计是等着看戏，想看就大大方方看，毕竟这种大戏也不常有。我干脆利落走到办公区，拉开了冰箱，看着里面琳琅满目的东西，随手拿出一件，这牛奶好啊，大家怎么不喝？还有这红牛好东西啊，薯片、巧克力。我将那些东西掏了出来，一一摆在众人面前。周鑫从暑假开始，不知道用什么手段，让陈经理将采购给开了，自己深明大义，包揽了大大小小的采购事项，还放话自己贴钱给大家买好吃好喝的，就为了公司业绩，然后区别对待，除了他们自己组里的人，其他组里谁想拿点吃的喝的，免不了要被他一顿奚落。业绩做上来了吗？就想着喝，你瞅瞅你那个腰，哪像个女孩子，还吃巧克力呢？要我说，还是你们主管太苛刻，饭都不让吃饱，天天惦记公司的东西，一番冷嘲热讽，到最后东西都没人动，全被他拿去合作商那里送了人情。今天给这个合作商车里塞2箱红牛，
明天给那个负责人搬2箱纯牛奶。人抠抠搜搜的，心眼子倒是不少，被我戳穿。周鑫面子上挂不住，但还是理直气壮表示公司的东西送客户也是为了业绩需要。那你这采购价21瓶的纯牛奶，31块的巧克力，远高于市场价了吧？为了奖励员工，我想着申请点团建福利，一连提了4、5次，都被陈经理给挡了回来。不是说业绩紧张以后再议，就是说自己知道了，等他统一规划。最后我自己去找了财务，这才知道周鑫每个月的采购单都超出预算好几倍。我问财务都这样还不反馈吗？他唯唯诺诺表示都是经理拿过来的，不报不行。摆明了这2人沆瀣一气，一起亏空公司，口口声声为了公司业绩。你特么足疗店洗脚1888，还得算在公司头上，你放屁！望着同事们鄙夷的眼神，周鑫也火了，说我血口喷人，跟我没完。赵远近，你这是诽谤，我告诉你，得罪了，你等着被行业封杀吧。事到如今，陈胖子还是执迷不悟，情急之下差点将周鑫的身份给爆了出来。可我不藏着掖着，指向周鑫，就这烂人一个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稽查？他特么是稽查，我还是老板女婿呢。他也不想想，哪个稽查会做投机取巧的事？要是被人发现，告到总公司，还能有好果子吃？闻言，同事们也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起来。陈经理，你该不会听这么个泼皮无赖胡说八道吧？陈胖子吓得头上的汗擦了又擦，看看我又看看周鑫。说实在的，周鑫长得不赖，每天西装革履，通身气派，再加上收到消息，稽查的大概年纪和进公司时间确实都和他一一对应。曾几何时，我也差点信以为真。闭嘴吧，等警察来了，你到里面说去吧。思索片刻后，陈胖子还是站队周鑫，并且下令今天的事，谁要是出去说没好果子吃，看什么看？业绩完成了吗？邓成，你那什么意思？赵远近不干了，你也不想干了？从刚刚我回公司，邓成就寸步不离跟着我，俨然一副与我共进退的样子。经理的话刚说完，门口就传来脚步声，2名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。周鑫就像是见到救命稻草般，指着我喊：“警察同志，这里就是这个人扰乱社会治安，快把他抓起来！”警察走过来看了看文件，皱着眉问谁是负责人。陈胖子挤了过来，一脸讪笑：“我证明我们周主管说的没错。”周主管是叫周鑫吗？周鑫一听就站直了，表示自己就是，甚至还洋洋得意，还以为自己的名头响当当传到了外面。没成想，下一秒就被按住了肩膀。有人举报你职场潜规则，现在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这句话如同一个重磅炸弹，直接给周鑫炸懵了。还想反驳，却在看到实习生的一瞬间，直接老实了。面对实习生的指认，还有拿出的录音证据，他直接偃旗息鼓。这小姑娘，我不是劝过她吗？让她背地里举报就好了，自己不要出面。毕竟传出去对她的名声不太好。面对同事们的窃窃私语，实习生挺直了胸膛，转头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。谢谢您，赵主管，我不想再做胆小鬼了，我一定要让坏人受到惩罚。陈经理懵了，今天的事简直比电影还精彩，他的猪脑明显过载了，还拉着周鑫催促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不是稽查吗？快给总部打电话呀！我看这事不对劲啊！有啥不对劲的？你俩去牢里对账吧。”我将这1年多陈经理吃拿卡要的证据
一并交了出去。面对警察，周鑫再也装不下去了，将事情全部都推给了陈胖子，全都是他，陈经理让我干的。他为了业绩不择手段，被反咬一口的陈胖子气得青筋暴起，一巴掌就抽了过去。这几个月为了升职，他夹着尾巴，在一个小小的主管面前装孙子，被耍得团团转。现在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自己蠢得像头驴。不仅如此，警察还带来了一个消息：周鑫这个人是个职业骗子，利用信息差多次行骗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就连简历也都是精心包装过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精英人才。我就说嘛，哪个精英不会文件首行缩进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公司来稽查的事说的最多的就是周鑫了。该不会赵主管你才是那个稽查吧？陈胖子和周鑫被带走后，众人开始复盘，不知道是谁突然发出了一声感慨，大伙儿都将目光投向了我。我耸了耸，不做反驳，管他是谁，反正以后大家好好干。总公司的人来得很快，在会议室紧急商讨方案。邓成陪着我在楼道抽烟。你是怎么看出他不是稽查的？见他如此问我，我瞥了他一眼，没好气道：稽查不是就站在我面前吗？你说对吧？邓稽查。闻言，邓成回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赞许，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他一直隐瞒得很紧，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推测。我则指了指他的腰带，你那条腰带虽然牌子很小众，却是意大利一个手工作坊的私人定制款，价格不低于10万。你觉得一个月薪几千的人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腰带？他这才恍然大悟，随之笑骂起来，说自己百密一疏，被我识破了。所以我的客户资料也是你故意泄露的吧？我挑眉望向他，他没有否认。其实一开始我就猜到是他干的，并且在他做出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了他的身份肯定不一般。那时候我还不确定周鑫到底是不是稽查，但我却很确信一件事：如果周鑫是稽查，那邓成就是来监督他的；如果周鑫不是，那他就绝对是稽查。而直到我收到陈经理违法乱纪的资料时，我这才确信邓成一定是稽查。毕竟周鑫跟陈胖子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他俩绝对不会狗咬狗。那个拥有我电脑权限的人，一定也是给我提供资料的人。看着眼前似笑非笑的好徒弟，我揶揄问道：所以这算是对我的试探，还是考验？你觉得呢？邓成笑眯眯地看向我，我耸了耸肩，这小子还真是给我惹了个不小的麻烦。要不是我还算有点心眼，这一次估计是要脱层皮。即便最后他会为我平反，那我的损失又由谁来承担？说实话，对于他这种办事风格，我并不是很喜欢。也就是我赢了，如果我输了，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很快，总公司的会议结束，2位总秘走向我，让我跟他们去一趟。我不明所以，邓成却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去吧，迎接你的高光时刻。我半信半疑地跟了上去。一进会议室，副总经理便朝我走来：小赵啊，这次分公司的事多亏有你，才帮我们揪出来这么大2只蛀虫。经总公司研究决定，任命你为分公司经理，全权负责分公司的各项事务。说着，他便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任命书递给我。看着上面的日期，我顿时懵了，这不是我离职那天吗？这时，邓成自我身后走来：靖哥，其实你猜错了，压根就没有稽查。在他的讲述中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稽查只是一个幌子，根本原因是老板为了历练自己的儿子，一个分公司的存亡，
总公司那边根本不怎么在乎，而老板儿子的成长才是总部最关心的事。那现在我算是你以后接掌公司的班底。闻言，邓成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晋哥，总公司见。”好家伙，感情考验后面还是考验呗。回到部门，我看了眼同事，或者说现在算是属下，拍拍手示意大家停下。从今天开始，实行业绩考核透明制，阶梯式提成，单越大，提成越多。兄弟们，冲起来！部门里瞬间传来一阵欢呼。我就说，晋哥不孬吧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